金龙鱼饵开，鱼饵自然来。欢迎收看由金龙鱼饵独家冠名播出的第2季《游钓中国》。本栏目唯一指定用竿，开火精工。感谢瑞木浮漂、中西钓线、龙门钓箱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东奔西走近2个月，在不断变化的海拔中来回穿梭。嘴上说着我们还要继续，还能坚持，可是身体却开始报警了。才下高原，又上高山，雪山水库让我们将野钓进行到底。这一站来到四川自贡火箭湖，然而一位神秘嘉宾的邀请，让此行变得耐人寻味。可能钓友看的是怪怪的啊，我们什么船都坐过，你看今天坐这个船，有一点像那种婚纱摄影的那种感觉了。这里呢是火箭湖，因为我们这次游钓出来大概将近2个月了。进入四川呢，就是我给左贤军打了个电话，就是跟他说了一下，我们已经进了四川了。因为这次我们游钓中国的第2季吧，金龙公司是我们的赞助商，所以呢有必要呢就跟左总联系了一下。他说让我们过来到这边来休息一下，就是一直跑得这么辛苦。原本想是到这来休息一下，哪知道钓鱼人看到水以后啊，还是想下竿的啊。左总已经好像是在钓了，所以现在我赶紧要搬东西过去了。这是左贤军，左总，你好，也是我们游钓中国的赞助商。真的，我们这个也是钓鱼人啊，也是钓鱼。如果没有金龙公司这样资助我们的话，可能我们的片子也就没办法往下拍了。因为每当片子，可能还有很多钓友都不明白，他就哎呀，你们老是做广告，不是做广告，没有这些商家，我们也没办法去拍这些钓鱼的片子，全国各地的去跑。我呢也是这个前几天，那么也是这个受我们朋友所托，那么需要就是说我过来看一下，考察一下，那么这个地方钓场，那么适不适合办这个比赛？因为它呢，在我来之前呢，我知道这里呢是一个自然水库，那么呢可能这个在后续呢，他们当地的政府呢也可能把它规划成一个，比如说一个旅游、休闲、度假、垂钓的一个这种的一个。能看出来，对，一过来看到它，现在投入还是很大的。也看到有很多的一些钓棚。其实我觉得来走的话，未来的可能钓鱼的这个随着我们时代的进步，我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未来的这个钓鱼场所，像这种就是我们理想当中的钓鱼场所。那么我看到毛哥平时在外边野外钓鱼也非常的辛苦，所以说今天也是邀请我们的毛哥到我们这个内江的自贡到这里来感受一下，那么这里的钓鱼环境。东西已经搬来了啊，那好，那我们就摸一下这里的情况。行，我来做准备。好的，那就赶紧做准备吧。好，知晓了左总的良苦用心，入库前一头雾水的我们，总算是清楚了状况。这一站看来纯属休闲之旅了。放眼望去，活脱脱的一个休闲度假村，不用锱铢必较、分秒必争的野钓了。不过好在环境优美，空气清新，不失为一处喧嚣都市内闹中取静的绝佳场所。今天我们钓这个地方，跟我们平时在这个自然水域钓，可能区别就不一样了。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这里可能更安逸、更安全，更适合我们都市的这些钓友啊，就是等于休闲的一家人出来休闲啊、垂钓啊，到这些地方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首先它安全嘛，尤其是带着孩子、老人，到这些地方来吃喝住都可以。刚才看了呀，它好像还有住的房间。小鱼捞够多吧？
虽是难得的休闲度假，但是看到这四周环水且有特意为垂钓准备的钓台，岂有不下竿之理？况且这样的塘子里往往栖息着大个头，更听闻这水库已有40年未干涸，对于近段时间频飞小鱼的大毛来说，颇有期待。优库很多钓友啊，老是说最近这几期看不到钓大鱼了，今天可能会有大鱼，因为它这里面大的有10多20斤的，啊，跟我们在自然水域钓就真的是不一样。自然水域，你想1周1期，连拍带做，加上后期，已经是赶到我们的喘气的机会都没有了。但在这个地方就很简单了，应该。又上鱼了，又跑鱼了。既然是度假，就不用着急了，按部就班地做好准备工作，不再抱有任何心理负担，彻底放松，好好享受垂钓的乐趣。哪？这不就行了吗？那真的没了，这现在就是水了。啊，这个打吧。还来玩吗？我呢，今天还是喜欢用这个潮油，这个饵料呢是几乎我在自然水域钓鱼的时候啊都会用到的一款饵。这是一款广谱型的饵，有时候别的饵任何饵都没有了，我可能拿着一包饵，什么鱼都钓了。它属于万能饵一样的，它是属于基础饵。这个呢，我加到30%。培道里4号呢，它是蜀香型的，蜀香呢是鲫鱼啊、鲤鱼啊、草鱼啊都是爱吃的。这个呢，我加20%，加20%。黄稻草呢，它是一款发酵的一种带酸香甜的这种味型的这种饵，它属于皂香型的。但是这个饵呢，就是一闻一股酸酸的味道，这个是草鱼最爱吃的。这个我加到30%。这款饵呢属于鱼骨粉的，就是应该是所有的鱼都是爱吃的，去补充这种蛋白。说心里话了，很多钓友我们一开饵，他就说：“哎呀，又是为厂家做广告。”你不为厂家做广告，厂家都不可能去资助我们。如果我们游钓过程当中没有这些厂家，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拍这些视频、这些钓鱼的这些片子，给广大的钓友去欣赏、去共同分享。所以，我们真的游钓中国应该还是抱着有良心的去找的这些企业嘛，应该都是比较大的。第2季我们跟那个四川金龙包括杆子线，我们找的都是大的企业。就像有很多小的厂家来找我们，说心里话，我们都把他们就是回绝了，就是不愿意去用这些不好的东西去误导我们的钓友。这个无酸我加20%。另外的话呢，我看里面是有很多小鱼我的好像有鱼腥了，我想加一点酒米，加一点这个酒米。这个酒呢是对这个小鱼小鱼还是怕酒的，大点的鱼呢它喜欢吃这个带一点酒味的，稍微加点酒米。感觉到明显感觉到很黏了。现在开始觉得窝子里面有鱼了，基本上下去都有口了，有鱼了。小白条，这么小的小白条也特别贪吃。那因为它这个水库呢也是有40年没有干，那么它这里面的这个鱼的品种也是非常的杂。那像这么小的这个白条那么这里面包括小鞘
都非常的多。蓝天白云，鱼口看似没那么容易打开，频率抽干，又怕小鱼来犯，垂钓近1个小时，大毛耐心守候。可这一切能引起水下的鱼儿共鸣吗？现在窝子现在还没有什么动作，刚才窝子打完以后啊，感觉这个周边已经有泡了。那现在钓了大概有快1个小时了。我现在好像是在抽干嘛，加快频率嘛。因为它这个地方还是属于自然水域的一块，它的水库还是不小的啊。因为来的时候我也问他们，就是这里面的划船的了，1000多亩。而且呢，他为了这次比赛呢，就是放了一批鱼，但是现在这个鱼好像还是不怎么吃，尤其在老塘子里面的鱼啊。我这边稍微深一点，3米多。很多地方他们钓的只有2米多、1米多，很浅的水库。你看，窝子感觉到来泡了，你看到了吧？就是我的窝点现在已经来泡了。我现在一直在钓频率，这一大盆石已经给我钓1大半了。能看到吧？在这些地方钓这些鱼就轻松多了。窝子花了吧？窝子要发了，看着泡过来。鲤鱼还是草鱼哈？那证明今天开点饵有效噻。我这边小鱼就少，我放久了在里面。啊。等一下，不，我跑了鱼了，现在没鱼了，我窝子里面。你窝子啊？不急，等一会吧，放了，等一会，不急的。第一头冲出去领回来，它就走不了了。啊，那个烧网钓大一点再用它烧，小。这个鱼钓的就舒服了。第一尾草鱼，这鱼还是比较干净的，你看，一看这个水质啊，这个鱼啊还是比较好的，干干净净。他放了一批鱼，为了比赛，这都是我们现在钓的都是原塘的鱼，原塘的鱼呢难钓一点。一尾原塘草鱼让我们对火箭湖有了初步的了解。大毛趁着这会儿开口，赶紧继续抽干。而左总那边连上小鱼的状况，也在这边草鱼开口之时出现了转机，渔获又出现了新的花样。你不发力，它也不怎么发力。来，好，鲤鱼，好漂亮。哎呀，这鲤鱼好漂亮。然后这个在水库做钓就是这样，你不知道你下一根这个鱼大还是小，甚至有没有鱼。来，这个证明大毛老师给我打的这个窝啊还是有效果。完了，挂的，跑了。对，刚才这个小白条特别多，小白条那窝，那现在口呢少了一点，但是中的都是大个体的这个鲤鱼。哎，好嘞，啊，漂亮。来 ，OK， 好，成功。哇，这个非常过瘾，手感非常的好。这个感谢大毛老师给我打2个窝。好，谢谢，好，走吧。来，走，宝贝儿，来，走，好。哎呀，有这条鱼，好了。
现在我就不再打窝了，现在就是直接就是靠频率去抽，啊，因为你看我的漂前面已经来泡了，看到了吧？那看到我的漂，哎，看我漂的前头已经有泡了，你看，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抽，抽的话呢，就是它饵料在水底啊，它一下就能爆开，爆开的话呢，它诱鱼啊效果比我们打窝的效果要好。真的鱼腥呀，能看到了，离我的漂越来越近了，前面有鱼腥了。有鱼腥的话呢，就是窝子里面就开始进鱼了。就是钓到它的是轻轻牵它，它不发力的，就是你要力量太大了以后它冲，它冲力特别大。中到它以后，轻轻的领它，它不会冲了。等到再想冲，牵回来以后再想冲，它也冲不了了。这条鱼还行，这条鱼，这个只要出去了，想领它回来就领不回来了。鲤鱼。没事，等一下，尽量进来。哎，对，好嘞。我来等一下跟左左，哎，不要让它蹦，一蹦鳞片会掉。这条鲤鱼看起来还是非常健康的，力量也是非常大的。哦，打完窝子以后上了2尾，我这边就明显的小鱼少，就是还是底窝料打下去效果还是比较好。我把在底窝料里面的酒味啊加重了一点。酒味加重了一点呢，就相对的话呢，小白条啊就少了一点。另外的话呢，我这个手搓饵里面也加了酒米。另外的，我把这个酒米加完以后呢，我怕饵料太雾化招这个小鱼，我又加了一点米汁酉，把饵料的粘度啊又加大了。所以我现在下去就没什么小鱼，吃钩一般都是草鱼啊、鲤鱼，都是这些大体型的鱼。饵料透出来的酒味儿让鱼儿欲罢不能，连连开口。时间越久，发酵的味道更加浓郁。这趟休闲之旅看来要收获爆棚，上鱼的节奏完全停不下来。这准备打成，不要紧。啊，又上了。还是草鱼吧。这样打比赛，这些钓友，我们正好能给他们借鉴一下了。用多大的杆子，多大的线。不打满线，打到8分杆、7分杆的线，这样的话它都不容易往前冲，而且你赶着了能提起来了。刚到位一口，看到了吧？这就有了啊。打完以后我不提杆子，不发力啊，你不发力它不往前冲，轻轻的往回领啊。这时候尽量不要让它见到亮光。哎，这条鱼还行，这条鱼还行，不要让它见亮光。不见亮光的话，这个鱼啊，它不会发力的。稍微往后来一点，哎，把它牵回来一点。因为我的现在线
子线是2号的子线，我不敢太发力，太发力的话，我怕它冲出去了。跑了。它还是摆头摆的，哦，线断了，你看，钓过3条鱼了，这个线断了，这条鱼还行，这条鱼它就是这个鱼，它最后还是摆头，一摆头的话呢，这个线呢，切了，从钩子这个地方切了。这位跑掉的家伙惊着了窝子，一时半会儿只怕不会再有太大的动静了。可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左总那边一下子又迎来了吃口的高峰。小草，平时它这里的这个像圆塘的草鱼很难钓得到，但是今天还算是可以，还不错。OK， 那么平时的话，像这种草鱼，基本上比较难钓，那么今天我们也算是这个大毛老师来了，这个草鱼还是比较给面子啊，钓了不少的这种圆塘的草鱼，所以说长得都非常的健壮。来去吧，来，我们先把你来好，非常漂亮。大毛这边连抽几十竿，窝子好像又重新聚来了鱼儿，扬竿刺鱼。可是竿上的家伙却又给我们的渔获带来了新的变化。来，周总啊，我又多钓一个品种，对，鲫鱼。多漂亮的一条鲫鱼，黄黄的。我又多钓了一个品种。火箭湖的好鱼情让沿路来都没能尽兴的大毛大呼过瘾，鱼儿一尾接着一尾，用对了味型，大开金口，毫不避讳。趁着这难得的假期，要玩就疯狂起来，光钓鱼可还不够惬意。这不，游钓路上大毛老师本就身兼数职，这会儿又为我们展示了一把摩托艇的驾驶本领。我是很多年前，可能有20年了吧，骑过的摩托艇。今天呢，正好有这个，我正好来感受一下。在我们游钓过程当中，我又是司机老李，又是船老大。没想到我很多年前还骑过这个摩托艇。哎呦，好。自然今天我们是休闲，我们就玩点不一样的吧。好吧，走起。游钓中国全程饵料赞助金龙鱼饵，特别鸣谢开沃精工、中西钓线、瑞木浮漂、龙门钓箱、维卡莱林、钓鱼人、九泰、华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关注游钓中国微信公众号，获取最新拍摄花絮。下周2晚8点30分，游钓中国邀您精彩继续。